吴川的夜就像亚热带的温度，永远都是热气腾腾的。各色各样的夜宵在这里汇聚，但是无论哪个夜市，永远拥有一席之地的是吴川特有传统美食。烂货炒粉。但是这样的夜晚从来不属于陈亚生。日落之前，他要劈完近200斤木麻黄柴，作为吴川唯一用柴火做烂货炒粉的非遗传承人，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。我今年还用木麻黄的，好火又火力。不仅用的柴火讲究，陈亚生非要坚持亲自劈柴。人家冇做得啱我㗎，包括我啲仔都冇做得啱㗎。大嚿嘅冇有火，冇嗰啲做呢就我燒細嚿㗎。晚饭后，陈亚生像往常一样，炖上一锅猪骨老火汤，便去睡觉了。半夜的老屋，陈亚生的妹妹陈英开始了她的忙碌。将本地上等鲜米存放半年，时间让米粒儿的水分减少，用水浸发。浸米的时间根据气温决定，最后将浸好的米打成米浆，这就是吹粉的最佳原料。依家搞頭漿，搞啱咧，粗係炒粉嘅啫。炒粉咯，佢我下火就炒嘅啦，發稀咯，佢冇炒得到啦。佢冇共黐隻殼就啱啦。調製米漿是做好粉條的關鍵一步。陳英在家傳幾十年的竹編吹仔上鋪上一層防漏的紗布，準備開始下漿。這口大鍋還是為放下長方形的吹仔家裡特意定做的。粉黃啊，化啊，一冇就熟喎。手工粉佢有冇厚，佢冇撥得好嗱，薄一滯佢冇撥得好噶。厚啲硬厚啲啦，薄粗啦，拉粉好講究噶。陳英專業吹粉30年，經驗老道。17、8號啦，由開始幫手做啦，都係11點鐘就開始做到個朝早6點，因為大佬cùng老豆兩家啲麻個麻好多嘢噶，家人都有做噶。一層層粉皮被剝下，碼放整齊。妹妹功成身退，哥哥開始接力。陳亞生切粉，好似粵劇大老倌唱戲，動作不算快，但刀刀分明。他將粉皮切塊後，塗抹花生油，塊塊均勻。大家講話米講究，但係講粗，嗱拉落去厚度我有數㗎，我哋嗰啲都超出咯，佢又滑又軟。切柚粉不可貪快，每次只能切2、3層，才可保證粉條寬度均勻。和廣州的沙河粉相比，吳川柚粉更加綿嫩，但又不會失去韌性。做好的粉條潔白晶瑩，柔韌彈牙，米香十足。一切準備就緒，凌晨5點，兒子陳應輝過來幫父親出攤，取出粉條，裝上木柴，帶上煲了幾個小時的老火豬骨湯，陳亞生出發了。來到附近的菜市場，陳亞生在這裡經營了44年，從露天到辦室內，從舊市場搬到新市場。現在新市場的肉菜檔主都撤走了。為了街坊，也為慕名而來的外地食客，他選擇堅守在這裡。檔口還在收拾，已經有熟客前來報到，父子倆加快速度。三個，我加你料。好，我炒幾多份啊？炒得5、6份。前面所有的準備只為這一刻。陳亞生將木柴塞進爐裡，猛火竄起。他舀起一勺豬油倒入鍋中，潔白的粉條根根分明，投進鍋裡，馬上被特製的長筷子快速攪散。
反复翻炒，直到粉条5成熟左右。陈亚生就把粉条拨到大锅上方，既可以慢慢烘干水分，激发焦香口感，又能快速应对客人点餐。在锅的下方，则放上调料炒熟肉麻，再把粉条剥下来，和肉麻同炒到金黄，就能起锅了。不过说起这名字“烂货炒粉”，这锅又烂在哪里呢？以前係個cầu hăng噶，有hăng slay chứ đã hăng chỉnh chứ vỏ đâu để chứ đã nhà hay chứ làm cả đam cả，而且個泥爐放入去個，要爛鑊咯。現在的炒粉鍋早已不爛，只有消失的鍋兒呼應着傳統。堅持了44年的柴火，需要經驗豐富才能駕馭，為這道特色美食更增添鑊氣。爛貨炒粉焦而不糊，油而不膩。雞蛋芽菜炒粉廣受歡迎，焦香爽口。牛肉搭洋葱是陳亞生的最愛，肉嫩粉滑。燒肉油重，加入韭菜吸油提香。不少人為這道鑊氣痴迷。食過一次之後，我就帶朋友，朋友又帶朋友。佢鑊氣啊，係比其他啲方面好多嘅，好正啊！有幾代本地人吃粉上癮。細細個喺度食啦，喺度住嘅附近嘅應該都知道嗰度。也有人為他遠道而來。打光嚟啊！特登嚟㗎。晒火係慢慢控個鑊咧，冇有焦。氣爐炒火嘅太猛啦，搶火容易焦㗎。14歲就入行的陳亞生，為生計奔波了大半輩子，停下來陪伴兒女的時間非常少。轉眼間，大兒子已近而立之年。我老豆好識燒㗎嘛。我啲父子啊冇乜嘢係，冇乜嘢燒過。我好少㗎，我基本上好少車前一齊嘅，基本上一日就見一個鐘，真係冇錯過咁近。陳應輝本來在深圳做餐飲，現在回到吳川結婚生子，打算穩定下來，繼承父親的手藝。有細路仔啦，就個心態就變啦，都打算跟我老豆學翻五手藝嘅。老豆請俾我，我請俾佢嘅，鄉村咪請俾啦行啦。對於吳川人來說，這道爛貨炒粉早已融入生活。那混合着豬油氣息的米粉香，穿透漫長歲月，勾起回憶，走向未來。香港，寸土寸金，高樓大廈向天要地，黃大仙區卻高樓叢中藏冬菇。這是香港公共屋村獨有的熟食中心，從上世紀70、80年代興起，如今已所剩無幾。因為四方尖頂的造型，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冬菇亭。張法強1985年開始經營黃大仙冬菇亭，從小就沒離開過這一帶。喺前邊，我讀書嗰度就喺右手邊嗰度。而家我哋行緊呢一度咧，就係以前我住嘅地方，起咗呢個高樓大廈。呢一個位就係以前嘅我哋大排檔嗰度，由細到大嘅生活圈子、讀書同埋做嘢嘅地方。行咗5分鐘到，而家現時嘅冬菇亭咧，就喺呢一度開緊啦。走一圈不過500-600米，這是張法強幾十年來的生活圈子。他經營的冬菇亭是香港現存罕見的24小時營業餐廳。強大的底氣來自店裡的3個部門：水吧、廚房、點心。他們一同供應超過200種食物，確保客人任何時候來都有東西吃。水吧是唯一24小時不停歇的部門，2平米的空間，張法強一站就是10幾個小時。前面是水位，可沖調飲品；後面是火位，包括扒爐和麵位，出品湯粉麵、小吃等，都由他一人看顧。
啲咩㗎？一個餐蛋治漢底，係餐蛋治漢底。茶酒，一個腿絲通，雙炒蛋酒包，凍啡士奶，啱啱係咁多。水吧也是最具香港特色的餐厅角落。除了奶茶、咖啡、鸳鸯柠檬茶各有拥趸，还有粉面、小食、三文治，超多选择。这一切都能在这个小小的吧台出品。我哋貨比較上係基層啲人飲，嗰啲比較上係做生網嗰陣咧，即係佢做咗成日咁。流汗流得多啊，或者飲水飲得多咧，個人寡啲嘅，咁佢飲啲有濃味少少嘅嘢，嗰啲咁嘅基層啦，依家比較上係後生咗啲，所以佢哋飲嘅茶咧就比較上冇咁濃。咁我哋已經係個份量就減少翻，但唔想話即係冇咗大排檔嗰個原意嗰個風味出嚟。張法強以前是做白粥炸物起家的。水吧長期缺人手，他只能跟各路師傅偷師，也慢慢琢磨出一些技巧。即係其實呢啲細眉細眼嘅嘢咯，初頭就係刮咗啲油先咯。如果你唔刮咗啲油咧，佢冇啲聲出嚟嘅。等落去煎嗰段時間咧，先至淋翻少少油落。太過多油咧，就變咗好似炸出嚟嘅，冇咗效果。就咁煎出嚟會香啲咯。耐心是張法強對食物的最大尊重，但是對妹妹，他就顯得尤為嚴格。煎外啲嗰度浸落去，跟住蛋咧就會煎到幾焦。關鍵時刻還得是親人，因為人手嚴重不足，張法強把做過餐飲的家人拉回店裡幫忙。之前我仲聽面嘅，唔夠人，咁佢就教我又過嚟喺度做咗幾日半年到啦。以前幫阿爸，而家幫細佬。我都停咗幾年㗎啦，舊年先翻嚟開翻㗎嘛，夠人啦，年紀大啦，買又做完手術都係咁翻工，就辛苦啲咯，係啊，即辛苦咯。支撐張法強做下去的，除了對這份工作的熱愛，還是因為街坊們的信賴。即係有啲地方咧係冇啲咁嘅格局㗎，香港有中有西，嗰種享受唔同嘅。兼埋咧，我哋坐都係自己食下有班朋友仔咁啊，我哋不同年齡都可以坐埋一齊，大家 social 下傾下偈啊。休息了幾個小時，張法強再次上班。通宵班最難招人，他自己堅持了快20年了。晚餐到宵夜時段是生意最火爆的時候，張法強經常遇到熟客。因為飯堂咯，同埋有個家感覺咯。我去好多度大排檔食過，都好參差咯，亦 OK 嘅。我哋做嘅食物，做嗰啲嘢咧，都係唔使話我哋自己做出嚟得唔得，係街坊講俾你聽得唔得。真係幾好啊！唉，1萬個。過了凌晨就是冬至，不少客人定做過節。喂，阿樂，係今日冬至咯，辛苦你哋啊！辛苦緊少少啦。廚房從上午10點運作到凌晨4點，大廚阿樂在這裡工作了快20年了，頗有些拿手好菜。煮嗰時要乾身咯，香口煎乾去香啲咯。咁啊再燜，但係就唔可以燜全熟咯，因為我哋係另外用個煲，用個爐跟住上煲住嚟食噶嘛。咁啊，如果你水多啊，咁嗰啲雞咧就變咗好鞋咯。雞肉被旺火乾煸，鑊氣十足，點綴上香菜和金不換，香味更加濃郁。我哋因為知道我哋大排檔咧就比較多啤酒客，咁啊我哋呢個椒鹽鮮魷都幾多客都中意咯。生猛海鮮是香港最引以自豪的食材之一，新鮮魷魚用豆瓣醬和咖喱調味，和生粉拌勻，放進油鍋，用中大火靜炸至7、8成熟。瀝油後還要再炸一次，目的是讓鮮魷更酥脆。咁啊味啊、蒜蓉啊、指天椒啊、葱花啊嗰啲烤下就得㗎啦，就唔使回鑊咯，我哋就。新鮮食材和注重細節的手法，才能讓這道椒鹽鮮魷外脆裡嫩，保證脆皮的同時
还能吃到鲜油本身的鲜味儿。猪杂包要想好吃，除了食材新鲜，还只能煮到90%熟，过熟肉质会变硬。卤水档由阿乐一手打理，每家卤水配方各有特点。阿乐做的卤水拼盘包含卤鹅、墨鱼、鹅肠、花腩、红肠等，卤汁一淋，香醇甘和。大排档菜式多以香口、镬气足出名，但最关键的其实是出菜速度。大排檔冇乜要求啊，快很準，一個餸嚟計分鐘之內要整好㗎啦。酒樓因為佢要經過傳菜啊，上台個時間會比較耐咯。我哋有個窗口咁啊，懟出去，可能熱力保持得好啲咯。凌晨2點，幫襯多年的的士司機特地相約來過冬至。的士大佬們和張法強認識超過10年，半夜歇腳，這裡成了他們的避風港。呢度最好咧就係24小時，隨時嚟到都有嘢食，邊個都得，打風都有得食。凌晨12點，宵夜尚未散去，點心房已經開始運作。做點心要日夜顛倒，凌晨上班，到第二天中午才收工。點心師傅才哥入行40年，是張法強的老鄰居。我以前做黃大仙㗎，同埋阿強嗰層樓添啊。用腐皮包裹芋頭、火腿、雞肉、腐皮，一份雞渣點心完成了。同樣用腐皮墊底，鋪上雞柳和蟹柳，腐皮吸收肉汁，雞肉嫩滑，這就是棉花雞。雞球大包的主料是雞肉，其他輔料隨時變動。包住啲雞啊、火腿啊、鵪鶉蛋啊，任你包嘢啊，你中意。以前咧就隨講剩低嗰啲頭尾啊，係包埋落去咯。這裡有超過40種點心，大多是懷舊款，如春蛋燒麥、鴨腳渣等，在市面上已經不多見了。最高峰時期，每天能賣出1500籠點心。在張法強為數不多的休憩間隙，他偶爾會去冬菇亭附近的獅子山公園裡走走逛逛。我哋喺做嘢嘅地方就已經望到獅子山啦。其實好多時都會提醒你有奮鬥精神咯。所以變咗黃大仙區嗰紮咧，嗰啲街坊咧，互相幫忙啊，守望相助。好希望新一代有嗰個毅力，同埋唔好咁易放棄。難免亦常有。